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震撼中国制造业的消息：湖南衡阳的一座富士康大型工厂，曾雇佣3万名工人的电子组装重镇，竟在成立13年后宣告关闭，只剩下区236名员工留守。这犹如一声惊雷，引发了各界对中国制造未来前景的忧虑和思考。从人声鼎沸到人去厂空，短短1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否正在动摇？我们将深入探讨这背后的原因和意味。衡阳富士康工厂全名为鸿富锦精密工业衡阳有限公司，2012年9月落户湖南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区，是当年湖南省重点招商引资的明星项目之一。这座工厂背靠富士康科技集团这个电子代工巨头，专门为苹果等国际大品牌加工零部件并组装部分电子产品。为了吸引这样的大企业落户，地方政府不惜投入上亿元资金兴建现代化厂房，并提供长达10年的税收减免优惠。工厂建成投产后，果然带来了爆发式增长。鼎盛时期，衡阳富士康厂区员工人数一度高达3万人，年产值冲破200亿元人民币。厂区内鸡声隆隆，灯火通明，流水线昼夜不停赶工，周边的餐馆、小吃摊和出租房生意红火，一派繁荣景象。许多来自湖南农村的年轻人当年怀抱梦想进入富士康流水线，在轰鸣的机械声中挥洒汗水，希望挣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对他们而言，这座工厂曾是改变命运的希望所在。回顾这座工厂的诞生，可以发现它其实也是中国制造版图变迁的一部分。2010年前后，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准和用工成本快速上涨，富士康开始将部分产线向内地城市转移，以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新的发展空间。郑州、成都、武汉等城市在那几年纷纷引进富士康项目，催生出了像郑州埃凤城这样的劳工大本营。衡阳工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拔地而起，象征着中西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希望。当时许多人相信，中国中西部广袤的土地和充沛的人力资源将成为支撑中国制造持续发展的新动力。然而，仅10几年后，这座曾经红极一时的电子工厂却走到了关闭的命运。2025年8月底，富士康突然向员工下达了一纸关停通知，称由于市场环境变化以及主要客户经营策略调整，未来已无足够订单支撑继续运营。经慎重考量，公司决定将于2025年9月30日正式停止运营。有着3万名员工的庞然大物说关就关，消息传出时，不少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留守厂区的几百名员工既震惊又茫然，昨天还在上班的工厂，怎么今天突然就要关门了？其实早在这之前，种种迹象已经显现。2023年开始，厂区就传出大规模裁员和减产的消息，不少生产线处于闲置状态。到了2024年，工厂巅峰期遗留的大批生产模具和设备也陆续打包运出衡阳。据说这些机器被运往印度的新厂，原本为衡阳准备的订单和产能就这样提前转移，只留下空荡荡的厂房。等到关停通知下达时，厂内参保在册人数只剩236人，相当于昔日3万人的大厂，如今几乎变成一座空城。曾几何时，这里是人声鼎沸、日夜赶工的热土，如今厂房内机械停摆，灯光阑珊，一片沉寂，令人不胜唏嘘。面对突然降临的关厂消息，员工们何去何从？富士康提出了2条安置路径，其一是按照员工意愿优先调动至集团内其他厂区继续工作，比如武汉、深圳、惠州等地的富士康工厂；其二是如果不愿调动，公司将分批终止劳动合同，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资遣费。乍一看，富士康的安排可以算是厚道，至少明确承诺按法律标准赔偿，比起一些突然倒闭且拖欠工资的企业要强。然而，员工们真的能就此高枕无忧吗？现实是，绝大多数衡阳厂员工都在当地扎根多年，他们的家庭户口、老人孩子都在湖南，要他们举家迁往沿海城市重新开始，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就有在厂区工作多年的技术员工无奈地说，
自己年纪偏大了，再去深圳、惠州从零开始并不容易，而留在衡阳又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事实上，即便选择调往外地，新厂区也未必有长久的职位等着他们。深圳、惠州等沿海富士康厂区这些年早已高度自动化，用工需求有限，新调去的人可能没过多久仍被迫离职，于是多数员工只能选择拿补偿离开。然而补偿金只够解燃眉之急，无法保障长远生活。按 N+1 标准计算，工龄10年的老员工大约能领到5-6万元人民币补偿，而一些年资较短的员工可能只拿到2-3万元。这笔钱或许够一家人撑过几个月甚至1年，但然后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工人而言，未来的出路依然迷茫。他们担心补偿金只能暂时缓解生活压力，长远的生计和孩子教育问题仍然让人忧心。年轻一些的员工或许还能去别的电子厂碰碰运气，或者转行做服务业，跑外卖为生。但对不少早已习惯流水线工作的40岁上下群体来说，再就业充满挑战。当地一名劳务中介人员感叹，最近几年许多外向型工厂陆续倒闭，他们直接公司都接不到单。现在不是工厂招不到人，而是工人过剩，岗位不足。失业潮下，不止工人着急，连直接行业都感受到寒意，没有工厂招工，他们也无活可做。这种种现象提醒我们，制造业的衰退不只是企业的事，更牵动着社会上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生计。究竟是哪些原因使得这座庞然大物陷入无单可接的困境？是富士康自己经营不善吗？是衡阳的工人不够努力吗？恐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综合各方分析，背后因素错综复杂，但主要有几个关键点值得一提。首先，科技进步带来的机器换人浪潮无可避免地冲击了传统劳动密集型工厂。过去，富士康以人海战术著称，一条生产线上站满了埋头苦干的年轻工人。然而近些年来，富士康积极部署工业机器人，自动化设备正逐步取代人工。早在2011年，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就提出要在未来数年内引进100万台机器人。如今这一目标正逐步成真，富士康各地厂区陆续装上了成批的机械臂和自动化生产线，在一些车间甚至可以关灯生产，也就是所谓无人工厂。一个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停歇运转，不会喊累也不会出错，效能远超人力。以往需要10几个工人协作的工序，如今也许一台机械手臂就能完成。曾有报道披露，富士康在江苏昆山的一座工厂通过自动化改造，一举减少了6万名装配工人。不难想象，随着产线自动化程度提高，公司对工人的依赖程度自然大幅下降。3万人这样庞大的用工规模在新时代变得不再必要。当机器人成本下降，产能提升后，富士康完全可以在更少的厂区和更少的人力投入下完成同样数量的订单。如此一来，像衡阳这类以人力见长的组装工厂便首当其冲地面临被缩减甚至淘汰的风险。其次，外部竞争和成本考量使得订单从中国分流到了其他国家。近几年，富士康持续在境外扩张产能。2023年，富士康斥资约7亿美元，在印度南部兴建大型工厂。越南的富士康园区也扩建新厂，并招募了数千名工人。同一时间，衡阳工厂却传出生产线闲置、设备外运的消息，这绝非巧合。原因很简单，和印度、越南等新兴制造基地相比，中国的人力和综合成本优势已经缩小甚至倒转。以衡阳富士康为例，一线操作工的基本底薪约每月1900元人民币，算上加班月薪可达3-4千元。然而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或越南北部省份，工人的平均月薪仅相当于人民币1-2千元，而且当地政府为了抢夺订单，还会提供各种税收减免、土地优惠甚至直接补贴。对资本而言，哪里成本低、回报高，就往哪里转移。富士康作为苹果等大客户的代工方，自然要想方设法压缩成本，将部分组装订单转移到人力更便宜的国家，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衡阳工厂的产品线在2023年至2024年间逐步外迁，把产能让给了海外新厂。
对衡阳本地来说，原本源源不绝的外贸订单仿佛汹涌江水改了道，浩浩荡荡流向了南亚和东南亚的新兴市场。再来，最关键的推手还是主要客户策略的改变，也就是全球产业链所谓去风险化的潮流。富士康的订单有近70%来自苹果公司，苹果的动向几乎决定了富士康工厂的兴衰。过去10多年，苹果大量产品中国制造，行销全球，中国一度成为苹果最依赖的生产基地。然而近些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令苹果开始重新审视供应链布局。一方面，2018年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关税壁垒，美国对中国输美电子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增加了苹果过度依赖中国制造的隐形成本。另一方面，2022年富士康郑州 iPhone 城因疫情管控爆发大规模停工和劳资风波，成千上万工人因风控措施不满而徒步出逃，爆发激烈抗议，直接拖累了当年新款 iPhone 的出货，让苹果损失惨重。这些事件犹如警钟，促使苹果下定决心推动供应链多元化，也就是所谓去中国化或中国加一策略。他们要求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合作代工厂在中国以外增加产能，分散风险。苹果甚至积极协调其他代工伙伴如和硕、伟创在印度扩厂，一系列措施只为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于是我们看到，苹果开始将部分最新型 iPhone 移至印度生产，在越南组装 AirPods 耳机和 Apple Watch 手表，甚至连 MacBook 笔电也计划部分转移到越南生产。作为回应，富士康只得积极配合，在海外投建新厂。而配合苹果的这个选择，也意味着中国境内像衡阳这样为苹果配套的厂房势必要缩减规模甚至关停，以腾出资源给新的生产据点。毕竟全球订单总量就那么多，你在印度、越南新增了产能，留给中国工厂的活儿自然就减少了。苹果这位产业链上的帝王轻轻转身，就决定了无数中国工人的饭碗。最后，不可忽视的还有中国国内经济环境和政策因素的影响。对衡阳富士康而言，当初政府允诺的10年税收优惠已在近年到期，企业开始面临更高的税负和经营成本。更大的背景是，中国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特别是电子产品市场趋于饱和，许多工厂产能过剩，开工不足，国内消费需求疲软，外部订单又在流失，双重挤压之下，像衡阳这样主要靠出口订单支撑的工厂自然难以为继。此外，业内人士指出，近年官方对民营和外资企业的监管政策收紧，使部分资金与企业信心受到影响。一些地方政府过去热衷引进外资厂商，如今更倾向扶植国营企业。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预期不如从前稳定，也是导致产业外移的一环。甚至就在衡阳厂关闭消息传开不久，2023年10月间，富士康在中国的部分子公司还突遭官方税务、用地等事项审查。虽然官方对外称这是例行行动，但巧合的是，此时富士康创办人正在台湾参与总统选举，引发外界对政治因素干预营商环境的联想。无论如何，当内外部环境不再友好，资金和订单就会用脚投票。在衡阳厂关闭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的是成本、技术、政策、国际局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成了中国制造当前困境的一个缩影。衡阳富士康的谢幕并非孤立事件，而更像是中国制造业大时代转折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中国已出现不少类似案例。全球知名电子企业三星早在2019年就关闭了在中国最后一家手机工厂，把整条生产线转移到了越南。另外，许多传统制造行业如服装、制鞋、玩具等的工厂也陆续将产能转出中国，转往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地区。电子产业作为中国制造皇冠上的明珠，如今也开始经历产能外移的阵痛。对中国而言，这仿佛是一场历史的轮回。几十年前，全球制造中心从美国、日本、西欧等地转移到中国，造就了世界工厂的辉煌。而现在，这个中心又开始向新的热土倾斜。可以说，世界工厂的桂冠不再是中国的专属，新一轮的产业再平衡正在展开。欧美国家也在近年鼓励供应链有案外包，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环节的迁移。富士康撤出衡阳，被视为中国中部制造业版图收缩的明确信号，也是整体制造业外迁潮的一部分。有专家分析指出，衡阳厂的关闭反映出全球产业链正在重新分布，中国相关部门理应对此警醒。这场产业转移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过去30多年，中国仰赖制造业崛起，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进城进厂，催生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阶层流动的奇迹故事。然而如今，随着外资工厂撤离，本土工厂减产，许多普通工人家庭的命运也随之改变。就像衡阳的这批富士康工人，他们的黄金岁月几乎全部奉献给了流水线。如今工厂说关就关，未来的路却不明朗。在湖南中部，不少年富力强的劳动者陷入无工可打的窘境，有人不得不离开家乡去沿海寻找工作机会，也有人干脆转行做起外卖骑手或网约车司机来维持生计。可以想见，如果制造业外移潮持续蔓延，大规模的下岗潮可能会在更多城市上演，整个社会都将面临就业结构转型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富士康周边为其配套服务的众多供应商、物流企业也因失去订单遭受冲击，不少中小企业不得不裁员甚至倒闭。厂区附近原本热闹的商店和摊贩生意一落千丈，呈现出萧条景象。可以说，一座大型工厂的凋零带动的是整个微型经济生态圈的没落，影响远超厂内的那几千名员工。不妨透过一个具体的故事来感受这种巨变带来的冲击。33岁的李先生是衡阳本地人，10多年前从技校毕业后就进了富士康衡阳厂，在流水线上当起一名普通装配工人。20出头的他勤奋肯干，经常主动加班，多年的努力使他从一线操作员晋升为组长，每月工资也渐渐提高，还在厂区附近买了房，成了家。李先生原以为可以这样稳稳地干到退休，靠着富士康的稳定收入撑起全家的生活。然而今年突如其来的关厂决定打乱了一切计划。如今他领到了一笔补偿金，却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他不禁自问，究竟是离开妻儿远赴深圳去闯一闯，还是在家乡另谋出路？李先生既舍不得远离家人，又担心留在本地找不到待遇相当的工作，整日陷入两难和焦虑之中。他感叹，没想到一辈子踏实工作，却遇上工厂关门的变故，未来该怎么走实在不知道。像李先生这样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工人，在衡阳富士康里还有许多，他们的迷茫折射出整个时代转型期普通劳动者所面临的真实困境。面对这场挑战，中国官方和企业其实早有警觉，并试图寻找出路。早在2015年，中国就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试图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重点在高端制造业和技术创新领域发力。这些年，中国在电动汽车、航空航太、半导体、人工智慧等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就是希望能扶植出新的产业支柱，摆脱对低端代工的依赖。一定程度上，这些努力已有所收获。例如，中国在电动车电池和光伏太阳能板的全球市场中已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些本土科技公司也开始进军先进制造领域。甚至在富士康的主业电子代工方面，中国也出现了像立讯精密、比亚迪电子这样的本土竞争者，逐步分摊苹果供应链的订单。然而，高科技制造未必等于高就业，现代化的晶片厂、机器人工厂往往雇佣更少但更高技术水平的人才，对普通工人而言，转型门槛很高。同时，中美技术角力使得中国获取某些关键技术面临困难，制造升级的道路并非一片坦途。同时，这一雄心勃勃的转型计划也引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警惕，成为近年国际经贸摩擦的一个诱因。尽管如此，中国推动产业升级的决心可见一斑。可以说，中国制造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蜕变，一方面要努力爬升产业链，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产业空洞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如何在保住就业的同时实现产业升级，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和意志。那么，中国制造的前途是不是真的如某些人担忧的那样黯淡无光呢？答案或许没有那么简单。诚然，
像富士康衡阳厂关闭这样的新闻，让人不免忧心中国失去大量制造业订单和就业机会。但另一方面，中国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和日益提升的技术实力，依然是其他新兴国家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比拟的优势。许多跨国企业即便将部分产能转移出中国，仍保留着中国的生产或研发中心，因为他们离不开这里成熟的供应链和工程师人才库。例如，富士康自己也没有完全撤出。相反地，2024年还在郑州投资兴建新总部，可见其对中国的部分业务仍抱有期待。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将是全球制造业版图上举足轻重的一极。目前中国制造业产值约占全球近30%，只不过角色可能从过去低成本生产基地逐渐转变为中高端制造枢纽。这种转变过程充满挑战，但汰旧换新的阵痛无可避免。上世纪美国铁锈地带的没落就是前车之鉴，中国显然不愿重蹈覆辙，危机也是倒逼转型的契机。如果能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上取得突破，提升产品附加值，中国制造依然可以保持强大的竞争力。反之，如果固守旧有模式，不思进取，那么昔日的优势就可能在新的竞争中被彻底淘汰。同时，许多本土企业也在尝试从纯代工转向打造自有品牌，深耕国内市场，以寻求新的增长空间。官方也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希望以庞大的内需市场为支撑，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度，以此对冲制造业外流的冲击。对广大劳动者和年轻人而言，这场巨变同样带来深刻启示。20年前，也许只要有力气肯吃苦，就能进工厂赚钱养家。但未来，重复单调的简单劳动岗位将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对技能和知识要求更高的工作。如果我们仍停留在过去的老本行，不愿学习新本领，明天很可能就会被新技术所取代。正如那些辛勤多年的富士康老员工感慨的那样，早些年要是能抽空多学点自动化设备技术，也许现在就不至于这么被动。年轻一代也是如此，你可以选择躺平，在舒适区叹息，机会变少，也可以选择迎难而上，投身人工智慧、数位化、先进制造等新潮领域，成为浪潮中的弄潮儿。社会发展从不等待踟蹰不前的人，个人命运往往取决于能否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步伐。总而言之，富士康衡阳厂的兴衰折射出中国制造业正在走到十字路口。一方面是曾经的人口红利日渐消失，2022年中国总人口60年来首次出现萎缩，过去那种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力供给已成历史，传统优势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是人才红利和技术创新有待进一步挖掘，前途确实有令人忧心之处，但也并非全无转机。同时，西方一些国家的去工业化教训摆在眼前，中国显然不希望重蹈覆辙。中国制造曾经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如今的挑战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新节点。我们应当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这场转型。回望那座曾经灯火通明的衡阳工厂，不禁令人感慨万千。10几年前，它承载着中国制造蓬勃向上的希望；10几年后，它又以自己的谢幕为中国制造转折留下了见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机遇与挑战并存。未来，谁能在风浪中站稳脚跟，驾驭风浪，谁就能定义下一阶段的世界工厂。与其叹息，不如行动。因为与其被巨浪拍倒，不如学会乘风破浪。这或许就是富士康衡阳厂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